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月亮，欢迎收看《真相来了》第146期视频。对于大多数人说，最熟悉的地图莫过于海岛地图，但其实这张熟悉的地图下埋藏着一个悲惨的事实。海岛地图的原型就是切尔诺贝利，在这个地方曾发生过首例被国际核事件分级表评为第7事件的特大事故，死亡人数高达9.3万，致癌人数甚至高达27万人。从此之后，切尔诺贝利就变成了一片废墟，至今无人居住。所以我们在游戏中除了敌人见不到其他任何人。那让我们来看看海岛地图都有哪些对于切尔诺贝利的还原。第一处，核电站，所有的悲剧都从这里发生的爆炸以及所引发的核泄漏有关。游戏中核电站四处都是空空的铁架子，小伙伴们在核电站搜物资的时候，是不是发现周围都是垃圾？而且这里还没有玻璃，爆炸的痕迹展露无遗。不过在游戏中能够这么细心观察的玩家还是挺少的，大部分搜了物资就直接走了。第二处，研究所，研究所原名学校，其整个建筑风格都是和切尔诺贝利的一样。走进里面还有2个神还原的地方，一个是游泳馆，房间里的形状都是一模一样，另一个则是篮球场。第三处，高架台，我们把目光转向军事基地，那里有一个大型的高架，我想这算是地标之一了。高处的玩家甚至可以看到军事基地所有的敌情。现实生活中，这个高架其实就是军事基地当中的一个雷达装置，叫做啄木鸟雷达系统，当然现在也废弃了。除了这几处特别明显的建筑，其实地图上还有很多细节来体现这里发生的一切。比如说大家在堵桥时就会发现，在桥头的2边都停了很多废弃车辆，经常被玩家用来当掩体。这是因为当发生核泄漏时，车内核辐射严重的超标，这些车辆就不得不废弃。直到今日，切尔诺贝利依然藏着许多动不了的僵尸车，这些车辆可没有办法去处理。游戏中采用了切尔诺贝利作为原型，或许是为了纪念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悲剧，好让我们铭记过去的教训。你还知道什么相似之处？可以在视频中发出你的看法。我是小月亮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